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再次强调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稳定锚。那您对此怎么观察？雷蒙多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我观察到呢，世界媒体中不少以头版报道了中美商务部长的会谈，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一方面呢，说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牵动着世界；另一方面，中美两大经济体也在努力推动经贸关系稳定下来，让经贸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雷蒙多是近期美国第4位内阁级官员访华，有美国媒体就认为说，雷蒙多的访问是压轴的，商务部部长的级别并不比国务卿、财长高。但是为什么雷蒙多的访问反而关注度更高呢？其原因就在于雷蒙多访华也是拜登政府试图在对华关系上取得一些进展的努力。事实也证明，雷蒙多基本上达到了这样的目标。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雷蒙多也好，此前的布林肯、耶伦和克林也罢，他们的访华行程基本是在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之中。在去年11月的巴厘岛会晤中，中美元首达成了一系列的共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共识就是中美两国战略再保险、增信事宜，美国有4不1无意，而中方也表示，中国从来不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不干涉美国内政，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在这个前提之下，两国领导人责成外交、财经、气候、人文等实务部门进行对话交流。但是因为今年年初的气球事件，这一系列已经进入首脑共识的外交沟通被延迟了。从布林肯访华之后，中美双方落实巴厘岛共识，各个部门之间的外交互动逐步实现。雷蒙多此次访华是中美外交交流和沟通的继续。两国部长认识到中美在经贸领域开展开放和富有成效的对话的重要性，这意味着中美双方就经贸问题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虽然美国国内的鹰派对雷蒙多访华发出了各种不和谐的声音，但是雷蒙多认为美中是一个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关系，当然会在一些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是如果能朝着直接、开放和务实的方向沟通，相信终能取得进展。雷蒙多在访华期间呢，也表示说，我们的计划和希望是，如果处理得当，我们的商业关系可以稳定政治关系。此外，他还认为，大多数美中贸易与国家安全无关，是可以同时促进和保护出口的。这与美国国内一些不断加码对华经贸打压的声音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区别。这也代表着拜登政府对华经贸，尤其是贸易领域的政策呢，到了一个临界点。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的做法也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节点了。中美经贸关系是深度嵌套，并不是零和博弈。资本市场也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正常化抱有期待，并对这种缓和呢做出了反应。中美商务部长宣布建立2大新沟通渠道，包括成立工作组和信息交流机制。那您对此有何评论呢？这是雷蒙多此次访华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甚至有些超出了外界的预期。不过呢，建立制度性的沟通渠道也是落实巴厘岛共识的必然举措。两国商务部长就经贸问题达成了共识，只有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才能将共识落下去。此次两国商务部长建立的沟通渠道至少包括3个方面：一是建立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工作组，双方官员和企业代表参与其中，就具体的商业问题寻求解决办法。工作组每年举行2次副部级会议。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中美在经贸领域积压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美国对华关税战等等。可以说，这个工作组就是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讨论和协调，寻求解决的办法。2是启动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这个机制呢，并不是为了解决出口管制的问题，而是就各自出口制度和改善沟通进行解释，交流出口管制的信息。美方施加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建立所谓的小院高墙，中方也进行了反制。在当下中美关系的气氛之下，要解决出口管制比较难，但是双方可以加强交流，减少误解，为朝着减少管制做好准备。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是4局级的，而且呢，在商务部长会晤之后便开始了工作。3是两国商务部部长经常性沟通，每年至少见1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交流渠道。无论双方有何种的分歧，都要进行交流，以高强度的外交活动管控两国关系。
从两国商务部长建立的沟通渠道，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先易后难，逐步积累信任。中美关系高度复杂，经济问题安全化，以至于在美国国内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年轻一代的美国议员、学者对于中美关系的历史和逻辑知之甚少，但是通过制度性交流渠道的建立，能够起到隔离的效果。一是将对抗甚至敌视的情绪隔离于双方具体的事务，二是将不涉及安全和战略的议题隔离出来，通过技术性方式找到解决的办法。如果两国商务部长达成的沟通协调的渠道能够运转良好，相信其他领域的制度性沟通渠道也会建立起来，从而为落实巴厘岛共识开辟道路。美商部长雷蒙多任内的首次访华行程进入第3天。2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雷蒙多。李强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认同美方加强经贸领域对话合作。作为拜登政府6月以来访华的第4位高级官员，雷蒙多此前已先后与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商务部长王文涛、文化和旅游部长胡和平等中方官员会面。李强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厘岛成功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美关系指明了方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努力，拿出更多务实有益行动，把中美关系维护好、发展好。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经贸领域对话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稳定锚。经贸关系做好了，对两国都有利，对全世界都有利。雷蒙多表示，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无意遏制中国发展，不寻求与中国脱钩，愿同中方保持沟通，维护美中正常经贸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美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打击芬太尼等领域合作。President Biden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 convey the message that we do not seek to decouple. We seek to maintain our $700 billion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29号，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雷蒙多举行会见。何立峰强调，希望美方与中方共同努力，采取更加理性务实的做法，将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落到实处。何立峰表示，上月在北京会见了美国财长耶伦，双方讨论了宏观经济、多边主义合作等议题，期望在商贸领域与雷蒙多进行更深入讨论。雷蒙多则表示，美中经贸关系对全球有深远影响，两国应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舆论注意到，何立峰上月在京会见来访的耶伦时，也是他作为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的身份角色首次正式公布。当天早些时候，雷蒙多与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会面，讨论了加强两国旅游、教育等人文交流的内容。有报道指，双方同意在明年上半年于中国举办第14届中美旅游领袖峰会，这也将是峰会于2019年后的重启。在此之前，该会议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两国之间举办。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恢复和发展两国之间的旅游合作。上周，中方宣布第2批开放海外团体游国家名单包括美国。雷蒙多曾特别录制视频对此表示欢迎，期待团体游中国游客访美。深圳卫视注意到，6月以来，拜登政府已经有4位高级官员访华，其中美国务卿布林肯在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见，被美媒认为是布林肯中国行的重要成果。此后，美财长耶伦、白宫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在访华期间，除了与对口部门官员举行会谈，也都与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了会见。外界认为，这体现了中方对于中美沟通交流的高度重视。28号，雷蒙多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会谈，双方围绕落实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进行了理性、坦诚、建设性的沟通。商务部公布的消息稿显示，王文涛重点就美国对华301关税、半导体政策、双向投资限制、歧视性补贴、制裁中国企业等表达严正关切。
这次见面持续了4个小时，包括2个小时的正式会谈以及2小时的午餐会。王文涛表示，泛化国家安全不利于正常经贸往来，实施单边保护主义措施不符合市场规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只会损害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美方多次表示不寻求与中方脱钩，希望美方将表态落在实处。此外，中美双方共同宣布建立新的沟通渠道，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根据新闻稿，双方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中美副部长级和司局级的政府官员组成，并有企业代表参加，以寻求解决具体商业问题的办法。工作组将每年举行2次副部级会议，2位部长同意经常性沟通，每年至少会见1次。此外，双方还启动了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作为解释各自出口管制制度和改善沟通的机制。双方将按照各自法律就出口管制信息进行交流。雷蒙多在当天晚上的记者会上对外释放了更多信息。 We had a very pragmatic discussion.To discuss what is possible, to discuss our challenges, and to discuss how to solve problems and reduce tension. And I'm very pleased to tell you we are delivering.雷蒙多称，两国将建立一个新的商业问题工作组和一个出口管制信息工作组。商业问题工作组第1次会议将在2024年初于美国举行。外界认为，建立副部长级对话机制，并且安排1年2次的见面频率，显示中美双方加强沟通的强烈意愿。而出口管制信息工作组在2国部长见面后次日就举行了首次会议，由助理部长级官员参加。雷蒙多本人透露，首次会议美方由商务部出口执法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牵头。马修·阿克塞尔罗德目前担任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该局正是负责制定美国出口管制黑名单的部门。同时，雷蒙多访华前将27家中国实体从未经核实清单移除的具体实施部门，也是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出口管制交流机制的建立，实际上呢，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对华出口管制方面会有多大程度的放松，而是说双边进行这个出口管制的时候，要有必要的这个信息沟通，增加透明化。事实上，对美国商界，特别是在华开展业务的美国企业而言，中美商务部门决定加强沟通，无疑是一大利好。但值得警惕的是，美国国内仍有声音见不得中美关系步入正轨。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认为，白宫寻求建立工作组的做法天真又危险，并且进一步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施压白宫应该将中国视为敌人。另一反华议员麦克加拉格尔也曾在雷蒙多行前对他施压，认为雷蒙多应该澄清美国的出口管制是不容谈判的，中方应该期待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美国出口管制。观察认为，拜登政府正努力在美国工商界以及国内反华势力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此次中美能够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证明两国改善关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德国媒体注意到，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无论是对华脱钩还是去风险，白宫如果延续对华强硬的贸易政策，只会牺牲更多的美国国家利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引用数据警告，美国需要中国经济保持稳定，中国经济保持稳定符合美方利益，因此中美双方有必要保持沟通。华尔街日报则认为，雷蒙多此次访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进一步改善中美紧张关系，并为两国元首未来可能的会面铺平道路。报道指，拜登今年夏天派出一系列高级官员访华，以稳定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雷蒙多是这批一系列高官中的压轴官员。此前，彭博社的评论也认为，在最近几个月前往中国的美国高层中，雷蒙多是改善中美关系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纽约时报指出，关于贸易、技术和其他经济问题的双边会谈曾是中美关系的常态，但这些交流近年来几乎停滞。中美从联系更加密切的经贸领域切入，关系开始解冻。
不过，深圳卫视也注意到，雷蒙多此行仍然强调所谓国家安全。虽然继续承诺不对华脱钩，但美方仍强调所谓去风险。在与中方建立工作组的同时，美商务部也通过消息人士对外放风称，工作组只是为了加强政策沟通，而美方政策不会因此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因此，外界仍在观望，经过这一阶段接触，拜登政府能否释出更为具体的诚意。结束在北京的行程后，雷蒙多还将前往上海，并与在华企业商会举行对谈。根据路透社此前报道，雷蒙多或将参观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也是中美两国的标志性合资项目。而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则是中国的航空公司能否恢复接收波音737 MAX 飞机。预计雷蒙多此行也将进一步推进此事。波音公司此前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只待时机成熟。 The fact the meeting was held, I think, is very good news. That means that both sides are talking again and are willing to move forward. So the 737 MAX was good news. We also took a number of companies off the unverified list. So there are sig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restored. 实际上，从中美经贸领域的对话机制得以重建这个角度而言，实际上对稳定下一步的这个中美经贸关系是有实际意义的。由原先完全是竞争对抗为主导的，现在呢有接触和协调，相对平衡，就是两轨相对平衡的一种状态发展。所以呢，如果说你存在什么窗口期的话，我们还不如说。 可能意味着中美关系，或者特别是在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日本核污水排海进入第6天，根据东电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核污水排放总量已破1000吨，引发国际社会持续担忧。然而，日本政府却在此时和日本媒体一唱一和，炒作所谓中国民众的抗议行动，以转移舆论焦点。 对此，中国外交部连续2天回应表示，中方一贯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强烈敦促日方正视各方合理关切，停止核污染水排海。 东京电力福岛第1核电站核污水开始排海后，不仅多国民间团体表示强烈抗议，日本国内尤其是福岛工程茨城县居民的反对声不断，甚至着手向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东电，要求叫停核污染水排放入海。 約束はないんです。約束したのは全部保護にしちゃう。約束を破るのが当たり前なんです。漁民の人たちの反対がある限りは、納得いくまでには絶対放出しないと言ってたの。そんなのは何もない。残念なことに。 与此同时，日本每日新闻称，根据最新民调，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再次下滑，跌至26%，不支持率升至68%，较上月增加3个百分点。 每日新闻警告，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已连续2个月低于30%，意味着滑落到危险水域。如果进一步跌破20%，将被视为陷入下台水域。即便是去年底岸田内阁深陷各种丑闻时，支持率尚且还有35%。 民调更显示，日本主流民意质疑核污水排海决策解释不足。日报引述这份最新调查称，6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政府与东电公司有关福岛核废水排入大海的解释不充分，大幅高于认为充分的26%。 日本反对党日共书记局长小池晃28号呼吁日本政府停止处理水排海，并尽快与中国政府展开磋商，以解决中国国内抗议加剧的问题。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日本岸田政府不仅没有反思支持率一跌再跌的原因，正面回应国内担忧日本渔业声誉受损的声音，停止排污入海的错误行径，反而倒打一耙，指挥日本媒体转移舆论焦点。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方启动核污染水排海后，即便是美西方主流媒体都对日本国内反应进行了相对客观的报道。 They say with the dilution, the fact that it's in the ocean, the concentration levels are going to be well below safety standards. That does very little to reassure people here in Fukushima, in Japan, and around the region. Those who we've managed to speak to are really worried. They say
We've suffered a great deal of reputational damage. Releasing the water is raising economic concerns too, with the fisheries industry here worried Japan's image may never recover. 但日本民众的忧虑却被日本主流媒体消音。日本共同社、朝日新闻等多家日媒连日来将注意力放在了中国反日情绪进一步升高上。他们不约而同地报道称，核污染水排海后，日本国内收到了很多抗议电话，赴日团队游也纷纷遭遇退订。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28号召开记者会，与日本媒体一唱一和，声称中国民众对排污入海反应强烈，甚至出现骚扰性的反日行为。他还颠倒黑白，宣称中方不应将日本排污的水称为核污染水。借所谓骚扰事件，日本外务事务次官冈野正敬当天还向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表达极度遗憾和关切。吴江浩对此严正指出，中方将继续依法保障日本驻华使领馆安全和在华公民合法权益，同时日方应正确引导舆论，停止渲染炒作，不要试图转移事件焦点，掩盖自身排海错误行为。吴江浩还表示，近日中国驻日使领馆接到大量来自日本国内的骚扰电话，对使领馆正常运转造成严重干扰。中方敦促日方依法处置，切实保障中国驻日使领馆、在日机构、企业、公民和来日中国游客的人身安全。针对日方炒作骚扰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一连2天进行回应。他在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中方一贯依法保障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核事故污染水排海，引发各国人民强烈愤慨，这是导致当前局面的根源所在。如果日方强推核污染水排海是基于科学，为何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至今仍难以平息？针对日方的极端自私和不负责任的错误行径，中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有权利、有责任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防范措施。除了借所谓骚扰事件给中方施压，日本政府官员还轮番上阵，要求中方取消对日本食品进口限制。倒打一耙称，这些进口限制措施不基于科学依据。日本外相林芳正经济安全相高市早苗29号对媒体扬言，如果通过外交途径与中方交涉无效，日方将通过世贸组织框架等多种途径对中国水产品禁令采取所谓必要行动。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应约会见日本外务省官员时，也就此事阐明中方立场。他表示，日方应当认识到排海行为引发中国民众极大愤慨，中国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不仅现实存在，而且十分强烈。中国海洋产业也面临蒙受经济损失的巨大风险。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所当然要回应人民群众强烈关切，有权利、有责任采取正当、合理、必要的应对措施，维护海洋环境安全，维护中国民众健康。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指，日方在对华抗议上使出了最大音量，但改变不了铁的事实。现在向太平洋排毒造成空前生态环境风险和隐患的是日本，不是别人。被认为有着典型耻感文化的日本，不仅在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上毫无愧疚之心，甚至要求别人接受它所造成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洋生态污染事件，不能反应过度。这到底是谁伪善，谁双标？社评还强调，我们坚决反对核污染水排海，反对的是做出此项极不负责任决定的东电公司和日本政府，不存在对日本国民的敌意。需要指出的是，日本政府对排污入海的危害心知肚明，但仍坚决付诸行动，背后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撑腰。日方声称排海举措受到美国等肯定，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驳斥，核污染水排海事关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绝非日本一家的私事，也不是个别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开绿灯就可以畅行无阻。世界上有近200个国家，不知道除了美国之外，日方还能公开点出哪个支持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国家的名字？公开支持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国家没有几个，绝大多数国家，包括日本国内众多民众，都对排海持批评和反对态度。
讽刺的是，虽然美国坚称支持日本核污排海，并在2年前就宣称撤销了对日本食品进口的限制，摆出一副对日本产品来者不拒的欢迎姿态，但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8月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是今年上半年减少进口日本农林水产品最多的国家，并且主要减少的3种食品——日本酒、鱼糜、扇贝，后两者的主产地均涉及核污染水排放影响区域。美国食药监局当时还特意强调，由于与辐射和核污染有关的公共卫生问题，已加强对日本管制产品的监视。与美国政府相似，同样在日本排污入海的问题上上演政治秀的，还有韩国尹锡悦政府。28号，为了给本土海产品的安全性背书，韩国总统尹锡悦同总理韩德洙以共进午餐的形式高调举行美洲例会，一起吃了海鲜等菜肴。根据韩媒发布的视频，总统室员工食堂当天也供应了比目鱼、石斑鱼等生鱼片拼盘，以及烤青花鱼等海鲜餐食。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议员安米希认为这是作秀，嘲讽道：“干脆把核污染水运到总统府，当作总统府的饮用水好了。”与韩国总统府高调举行海鲜例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水产市场的冷清。在韩国釜山最著名的海鲜市场札嘎奇市场，除了卖水产品的商人外，很难找到用餐的顾客。最新民调显示，近80%韩国人担忧日本的核污水排海将污染海洋和海产品。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7号携女儿访问了朝鲜人民军海军司令部。韩联社称，这是金正恩上台以来首次在朝鲜人民军海军节视察海军部队。金正恩强调，由于美国等敌对势力鲁莽的对抗活动，如今朝鲜半岛水域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战争装备集结水域和最不稳定的核战争危险水域。朝中社指，金正恩在视察海军司令部之后的讲话中表示，美帝国主义近期在朝鲜半岛周边水域增强部署核战略武器装备，且保持常态化部署，同时在半岛周边海域空前热衷于与追随势力进行联合海上军演。金正恩还将美日韩并称为暴徒头子，谴责3国公然宣布定期进行3方之间的各种联合军演并付诸实践。本月18号，美日韩戴维营峰会，3国领导人宣布就深化军事合作达成共识，引起朝方强烈不满。朝中社此前发出警告，如果戴维营峰会上的协议在军演中得到进一步落实，朝鲜半岛爆发热核战争的可能性将变得更加现实。外界注意到，在27号视察海军司令部的讲话中，金正恩强调，由于美国等敌对势力鲁莽的对抗活动，如今朝鲜半岛水域变成了世界最大的战争装备集结水域和最不稳定的核战争危险水域。对此，金正恩提出主体海军作战战术方针，要求在任何突发武装冲突和战争中坚定掌握主动权，以先发制人的果断攻势压倒性的制服和驱逐敌人。金正恩强调，当前的形势要求朝鲜海军全力以赴做好战争准备，严阵以待，常态化准备在突发事态时挫败敌人的战争意志。那么多的武器都已经集中在这里，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下？所以现在以朝鲜来说，他们现在不断的在从事所谓的核弹的研发。好，当然核弹的研发有2种解释，一个是数量的增加，第二个是不是核弹头加上飞弹。能不能直接命中他们所想要打击的目标？这是朝鲜现在正在进行当中这是所谓现在进行式的一种新冷战状态。金正恩还表示，要加快实现朝鲜海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恩提出，海军承担着国家的核遏制力。根据国家核力量建设路线提出的战术核武器运用扩大政策，今后海军将成为执行战略任务的国家核遏制力的组成部分。
朝鲜人民军海军正式成立于1949年8月28号，是朝鲜人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兵力33000人，实行5年制兵役制。司令部设在平壤。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朝鲜海军共拥有各型舰艇660多艘，绝大部分为中型以下舰艇。此外，朝鲜潜艇部队的规模号称世界第4位，拥有80艘包括 W 型、R 型潜艇、桑吉海岸潜艇及鲑鱼级袖珍潜艇等在内的装备。今年3月12号，朝鲜向日本海方向发射了2枚战略巡航导弹。外界注意到，这是朝鲜首次使用潜艇发射巡航导弹。此外，朝鲜人民军海军的舰艇主要部署在日本海和黄海方面，分别组成东海舰队和黄海舰队。他现在已经把这个已经研发成的所谓的舰对舰的这种飞弹，已经测试成功。所以对于这个整个朝鲜的海军官兵们已经有一个定心丸了。第二个，前一阵子有一些讯息出来说，朝鲜也已经完成所谓比较大型的一种这个舰艇，特别是潜水艇，吨位已经可以达到3000吨，哦，那这样他们心中也有一个数啊。我们不是只有舰对舰而已啊，我们还有海底下的潜水艇可以打海面上的军舰，所以朝鲜现在也有一点自信感。而就在本月21号，金正恩视察了海军东海舰队、近卫第2水上舰艇战队，并观摩了警卫舰、水兵战略巡航导弹发射训练。有日本媒体就认为，朝方发布这则消息旨在对抗同时期开始的美韩大规模军演。韩联社也在报道中提到，韩国与美国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于8月21号开始。该演习针对朝鲜核能力与导弹能力，持续时间11天，参与兵力超过58000人。据报道，已知自由护盾演习分2部分实施，其中一大亮点是美国本土太空军首次参加演习。驻韩美军方面表示，太空军在太空、地面、网络和认知等领域开展各项作战行动。韩国媒体的报道则直指朝鲜称，美太空军加入是在朝鲜核武器和导弹威胁美国本土的假设下，测试综合应对能力。另外，在此次演习中，联合统合火力训练、空军双鹰训练等30多项联合野外机动训练也陆续实施，意在提升联合应对所谓朝鲜核岛发展能力。首先呢，这场演习它的假想的情况是和之前演习不一样的。之前的演习呢，相对来说它是针对某一个方面，但是已知自由之盾演习呢，它的假想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就这样的战争呢，它可能会用到核武器，所以它所设想的战争规模呢，也会超过以往的演习。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次演习呢，它有一个韩国方面的民防的力量加入。另外呢，这一次演习我们注意到，就是有美国本土的太空军参加。这个也是过去演习没有的，所以可以看出呢，美军进行这次演习不仅仅是着眼于朝鲜半岛，实际上也包含了本土太空军的一个演练，就是太空军怎么去介入一些海外的作战行动。今年以来，美韩不断开展联合军事演习，升级半岛局势。3月，美韩2国军队进行自由之盾联合军演。5月，美韩2军在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不远的韩国京畿道抱川市举行联合协同火力歼灭训练实弹演习。而8月份，除了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演习，韩国海军29号还表示，韩美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当天在济州南部公海海域实施联合反导防御演习，以应对所谓的朝鲜核岛威胁。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陈向阳。陈先生你好，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27号视察了朝鲜人民军海军司令部。那您觉得这次视察释放了什么信号？金正恩委员长呢，这是8月21号视察那个海军司令部，庆祝朝鲜的海军节。那么它释放的是3个意义。首先，第一个意义呢，就是证明说明了海军的建设取得重大进步。那么在这个4月份，朝鲜的这个海啸，无人和潜艇呢已经取得成功。那在建军7周年的这个阅兵式上，它这个这款新款武器呢也出现了。那么这次金正恩委员长去视察这个海军呢，说明他这个海军的这个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是针对美韩的这个以知自由护盾之盾军营释放一种强烈信号，
就表明这个朝鲜会做好陆地、陆海空这三军的准备，来反击这个美韩的这种军演啊。第三个呢，就是他要展现的是，就是说的国家非常强盛、军民非常团结的这个心态。那么众所周知，金正委员长在这一期里面频繁的视察这个军事设施和军工厂，那么从而释放出这个重视军事，也提振军民的这么一种信号和姿态。金正恩在视察中强调，朝鲜海军将成为执行战略任务的国家核遏制力的组成部分。有评论据此认为，朝鲜三位一体核力量已成型。那您对此怎么看呢？众所周知，朝鲜的这个核和导弹的建设呢，已经取得很大的突破。那么朝鲜的历史的军演和历史的这个阅兵式上呢，都展示出朝鲜的新型武器。在战胜节70周年之际呢，他们也举行了2023年这个武器装备的展示会。那么从上面呢，会展示很多新型的这个武器。那么在朝鲜的海军这方面呢，就是现在新展现的这个军事核武器呢，就是海啸核无人这个潜艇啊。这个一展现的就是意味着，就是朝鲜在海面上，在海里面也有运用新的一个核武器的这种装备。从目前来看的话，朝鲜的这个运用核武器的这种导弹是比较多的，但是呢，要说朝鲜已经构建了核三位一体体制呢，还为时尚早。因为我们所传统说的核三位一体呢，就是指导弹、战略轰炸机以及和战略潜艇。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朝鲜有核武器这种推测呢，大家是比较公认的。但是对朝鲜有没有拥有这个核战略潜艇，以及它有没有可能支援这个战略轰炸机，目前各方还是存在一定的怀疑。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呢，就是要说朝鲜已经构备了这个和战略潜艇三位一体的这种机制呢，还可能为时尚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8月29号，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再次迎来重大发展机遇。国务院印发的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正式发布。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一时间对规划发布表示欢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共8个方面30条内容。规划指出，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高质量、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合作区深圳园区建设，积极主动与香港园区协同发展，优势互补，制定本规划。规划近期到2025年，展望到2035年。规划指出，规划建设合作区是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有力支撑，是深港双方积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大机遇，互利合作、协同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深圳市创新科技管理机制对接国际通行创新规则，开展国际协同创新，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有利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自身科技创新、金融开放等优势与珠三角地区完备产业链深度衔接，推动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和规划发展北部都会区，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内涵，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打造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规划确定了深圳园区的发展定位，即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式转化集聚区。规划提出，深圳园区的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基本建立高效的深港科技创新协同机制，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取得积极成效。到2035年，与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创新载体和顶尖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成为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在总体布局方面，规划明确了深圳园区的区域联动格局、区内空间布局、分区监管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布局。
在协同香港推动国际科技创新方面，推动深港双方园区协同发展，支持港澳高校优势学科发展能级跃升，联手打造国际一流科技创新平台。在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式转化基地方面，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支持先进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应用，加快布局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前沿领域。在构建国际化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方面，便利科研人员进出，实施货物分线管理，创新科研相关资金跨境流动监管，探索国际互联网数据跨境安全有序流动，加快建立更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营造与香港趋同的税负环境，实行国际化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全面接轨国际科研管理体制机制，建立高度便利的市场准入制度。在打造汇聚全球智慧的科技合作平台方面，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构筑国际创新人才港，完善全方位科研服务，塑造国际化高品质的科研生活社区。规划最后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强化法治保障，完善合作机制，加强组织实施的一系列保障措施。有学者接受深圳卫视采访表示，规划的发布恰逢其时，凸显了国家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高度重视。国家战略布局河套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也将推动深港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个战略部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应该说，这个推动粤港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也是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这个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对于一些重点领域的这个先行先试的政策创新和改革举措也做到明确的部署。那么这将有利于进一步的深化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整体建设，有利于扎实这个推动呢深港这个科技创新合作这个取得新的这个进展和成效，提速深港科技创新的合作的步伐。有学者认为，深圳园区与香港园区一河之隔，直接跨境接壤，是深港科技创新合作最直接的对接点，协同发展潜力巨大。规划的提出呢，充分表明国家对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新兴示范区以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么一个重视，也是对河套在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中这个重要地位的一个认可。所以，规划的提出对未来深港合作，特别是这个科技创新的一体化发展，是具有重要的一个促进意义的。真的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因为科大我们作为首批首家落户河套的港校的科研机构，那我们当初在这里呢，其实主要就是看好了咱们河套的这个地方，尤其是做深港科技创新合作。那现在的这个总规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已有的发展的基础上面，又有了更多的布局和更细的一些规划，那对我们来说都是重大的利好。对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的发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一时间表示欢迎，并表示香港会继续积极与深圳协同推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发展，发挥港深强强联手的优势，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香港特区会继续积极与深圳协同推动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一国两制下一区两园的优势，包括争取落实促进各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的措施，实现创科深度合作的桥头堡，并让香港充分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过去数年，港深两地在合作区发展取得良好进展。香港科技园公司已在2022年7月在深圳园区推出大湾区创科快线，为香港及内地创科企业提供业务发展支援服务。此外，位处深圳园区的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已逐步开始运作。与此同时，香港园区第一期的首批3座大楼将按原定时间表由2024年年底起陆续落成。另外，特区政府已公布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为香港实现国际创科中心愿景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定下发展方向和重点策略。那么率先呢，就是要通过深港合作，加强与香港方面的这个科技创新资源要素的对接，从而更好的这个通过香港来这个汇聚全球的这种创新资源。实际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深港这个科技创新合作那么带动了
这个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真正的深度的融入全球的创新网络，让这个区域能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一个新的高地。那么进而在这个开放创新方面做出了新的作为、新的贡献。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地处深圳香港边界区中部，面积3.89平方公里，由0.87平方公里的香港园区和3.02平方公里的深圳园区组成。河套地区诞生于深港两地协同治理深圳河时期。自1997年诞生以来，河套地区在25年时间里发生巨变，尤其是近5年，几乎一年一个重大利好。2017年1月3号，深港两地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明确在河套区共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当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证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建设。2019年，深港河套出现在2大国家战略中。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港深两地共同打造科技创新合作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2021年3月，河套成为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的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2廊2点科技创新节点。2022年7月，深圳市福田区重磅发布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联合政策包等3大政策。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后，香港特区政府随即公布河套香港园区规划，显示深港协同发展河套合作区的一致步调。以香港视角来看，规划将带来哪些利好？一国两制得天独厚政治优势下，创新性的政策设计又有哪些新特点？深圳卫视独家专访香港创新科技与工业局局长孙东，带来权威解读。这次呢，国务院发布的深港创新合作区的深圳园区的发展规划，特区政府呢对此表示欢迎，而且特别感谢中央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多年来对于这个河套区发展的支持。特区政府会一如既往继续与深圳市政府紧密联系，争取在合作区内实践一国两制下的一区两园，落实各种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与深圳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规划发布后，香港特区政府随即公布河套香港园区规划，显示深港协同发展河套合作区的一致步调。总面积为0.87平方公里的港方园区，由西至东将分为2期建设。在公布的第1期西区规划中，总楼面积预计达到93万平方米。初步计划包括有若干园区，比如生命健康科技园区、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园区、产学研区，还有一些新科技的先进制造区。此外，还有人才公寓、酒店、商业及附属设施等等。孙东强调，河套是深港两地未来合作的一个重要区域。“十四五”规划除了明确支持香港建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之外，也将河套的发展列作粤港澳大湾区4个重大合作平台之一。在此次颁布规划的重大机遇之下，深港应该进一步做好两地的优势互补。值得一提的是，规划多处提到深圳园区与香港园区的协同发展，一些项目也特别强调要衔接香港园区开发建设时序。目前香港园区的这个最新建设情况是怎样的？有没有一些新的时间表可以跟我们分享呢？目前呢，我们对于香港园区的规划已经接近尾声。那么未来呢，我们这个园区呢，将会采用这个主题园区的发展，与深圳方面呢要紧密的衔接。我们希望将未来的深港科技园区呢，打造成一个多元、具活力和绿色的科技创新西区。据孙东介绍，目前香港园区有3座大楼正在兴建，预计由2024年底开始陆续落成，将提供高质量的设施以及人才公寓。余下的大部分土地，香港特区政府计划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借助市场力量提速发展。孙东还告诉深圳卫视驻港记者，港深创科园港方园区最近正在接触海内外的知名企业科研机构，听取他们对于未来香港园区发展的意见，希望能够探索未来招商引资的发展路径。
8月29号公布的规划明确了河套的3个发展定位，分别是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式转化集聚区。您怎么样来理解这3大定位呢？为什么中央会给河套设立这3个定位呢？我认为这3大定位反映了国家对于未来河套区发展的要求和期盼。首先呢，我认为它一定是一个开放合作区，无论是深圳还是香港，都会在这河套的发展区呢，要注入很多新的发展元素。所以我们说呢，大家希望将这个区域呢，建成一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示范区。那么第二方面呢，它一定也是一个新规则的试验区，因为我们将未来河套区发展呢，定作是特区中的特区。那么在这个区内，我们要试行专属的跨境政策，这里面有很多措施呢，都是从来没有做过，一定是在这里先行先试。第三呢，这个区呢也将会是一个中式转化的集聚区，因为现在国家呢提倡高质量发展，那么科技赋能向科技要方法、要答案，是高质量发展的显著特征。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有着跨境接壤的得天独厚优势，也成为科研合作和创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动的重要平台。规划提了4份白名单，涉及到人员进出、科研货物、科研资金、专业人士就业等等。试行专属的跨境政策，实现重要的这个创新元素的流动呢，我认为是未来河套发展区成功的关键所在。那么这份白名单明确了国家对于这个关键创新要素流动的认可和肯定，我认为它可以理解成国家对于深港合作这个发展区的一个送的一份大礼。规划中将河套合作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式转化集聚区。所谓中式，指的是产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较小规模试验，是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的关键一环。而科技成果转化实际上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区域创新能级的重要指标。在产业中式转化方面，规划重点提到了信息技术、先进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这几大产业。这实际上也为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科创产业的发展画下重点。那么这4个领域呢，我想一方面体现了深港两地的科技所长，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希望在这些领域呢重点发展的一种战略的需求。香港方面呢，我们传统上具有比较强的基础科研的优势，从0到1的突破力很强。那么下一步我们也想借助河套呢，来进一步呢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和落地做1到N的发展。那么我们希望利用河套建立很多中式转化基地，能够为下一步在大湾区乃至内地其他地方的产业发展呢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支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在河套地区呢能够充分利用香港国际化的优势，汇聚全球的创科资源，为内地呢提供科技研发、知识产权交易、融资以及法律调解等方面的